荧幕前的朋友们，先来个灵魂拷问：冲咖啡要先加水还是先加奶？洗澡该先洗头还是先洗身体？这些你每天都在做，却从来没认真想过的日常小事，其实藏着超重要的健康密码，一个不小心就可能踩中健康陷阱哦。大家好呀，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小刘。今天要和大家聊的主题特别重要，知识能救命的健康杂学。可能有人会说，杂学不就是随便看看的小常识吗？怎么还能救命？但我要告诉大家，去年有位粉丝私讯我说，他因为记住了鱼刺卡喉、别喝醋、别吞饭团的知识，及时用催吐法取出了鱼刺，避免了去医院开刀的风险。其实生活里很多我们忽略的小习惯、小知识，关键时刻真的能帮我们避开健康危机。今天就带大家拆解这些实用的健康杂学，看完之后你不仅能改正错误习惯，还能把知识分享给家人，一起守护健康呀。健康杂学的价值，首先咱们得搞明白健康杂学到底有啥用。它不是课本里晦涩的医学理论，也不是网红博主随便吹的养生偏方，而是从生活里总结出来的能直接用的小技巧。就像咱们煮饭要知道盐放多了加少许糖，养植物要知道浇水别浇到叶子上。健康杂学就是养身体的小窍门。例如饮食上，很多人吃火锅喜欢先涮肉再涮菜，觉得这样汤更鲜，但其实先涮蔬菜能在锅底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减少油脂被身体吸收。睡眠上你可能不知道，睡前1小时滑手机比喝真奶还影响睡眠。手机蓝光会让大脑误以为是白天，抑制褪黑激素分泌。要是换成看纸本书，入睡会快很多。运动上更不用说了，久坐办公室的人总觉得没时间运动，但其实每做40分钟，起身伸个懒腰，转转眼珠，就能缓解颈椎压力，降低腰椎间盘突出的风险。这些杂学看着碎，但积少成多就是大作用。坚持饭后走10分钟，能减少积食。记住，感冒别盲目吃抗生素，能保护免疫力。甚至知道扭到脚后先冷敷再热敷，都能让恢复速度快1倍。所以别小看它们，这都是能帮我们少遭罪、少花钱的健康智慧啊。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陷阱。说了这么多价值，咱们来拆2个最常见的健康陷阱，看看你有没有中招，再教大家怎么改。第一个陷阱，久坐不动。现在不管是上班上学还是追剧，大家都爱久坐，有人一坐就是4小时，甚至吃饭都在电脑前。但你知道吗？久坐会让下肢血液循环变慢，就像水管堵了一样，时间长了容易腿肿、静脉曲张。更严重的是，还会增加糖尿病、高血压的风险。去年有个数据说，每天久坐超过6小时的人，比久坐3小时以内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几率高2倍。那怎么改？不用你专门去健身房，记住20-20-20法则就行。每做20分钟，起身活动20秒，看看20公尺外的东西。例如上班时接杯水、去趟洗手间都算活动。追剧时，广告时间站着做，几个深蹲，扭扭腰。我同事之前天天喊腰酸，坚持这个法则1个月后，腰不酸了，连便秘都缓解了，因为活动能促进肠道蠕动。这就是杂学的魔力啊。第2个陷阱，错误的饮食搭配。例如很多人喜欢柿子配螃蟹，浓茶配肉类，觉得这样吃更有滋味。但其实柿子里的鞣酸和螃蟹的蛋白质结合，会形成不易消化的硬块，容易胃疼拉肚子。浓茶里的茶碱会和肉类的铁元素结合，让身体吸收不到铁，长期下来容易贫血。那正确的吃法是什么？柿子最好饭后1小时再吃一次，别超过1个，既能解腻又不影响营养。还有个小细节，很多人早上空腹喝牛奶会拉肚子，其实不是乳糖不耐症，而是胃里没有食物缓冲。换成先吃片面包再喝牛奶就不会不舒服了。这些方法都特别简单，今天记住，明天就能用。除了这2个，还有用牙签剔牙，会伤牙龈，换成牙线更安全。睡前喝酒助眠会越喝越醒，不如喝杯温牛奶。这些都是咱们常踩的坑，改过来就是在守护健康呀。知识怎么落地？3个不费力坚持法，不用硬逼自己也能做到。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吧？健康常识我看了一大堆，可就是没办法坚持执行。真的超有共鸣，知道早餐要吃好，但赶通勤就直接跳过。清楚每小时要护眼，但盯电脑就忘了眨眼。也明白运动有益健康，但下班后只想躺沙发。其实知道和做到之间不用硬扛，
关键是把知识化成不用费脑顺手就能做的小动作，自然就能坚持下来。今天分享3个和之前不一样的使用技巧，每个都超贴近日常，试一次就会上瘾。第一个，环境顺势法。不用刻意提醒自己，直接改造身边环境，让健康习惯自动发生。例如想养成吃早餐的习惯，前一晚就把面包牛奶放在冰箱最外层，或者在门口鞋柜上贴一张记得吃早餐的便条，出门时一眼看到顺手就能带上。想多吃蔬菜，买菜回来就洗干净切好，用保鲜盒装在冰箱层架，吃饭时打开就能夹，不用额外花时间处理，自然就会多吃。我朋友之前总忘吃早餐，用了这个方法后，现在几乎没缺席过，体力都变好了。第二个，惯性连锁法。找到你每天必做的固定动作，把新习惯像挂钥匙一样挂上去，不用特意记。例如每天起床必刷牙，刷完牙就顺势做3个护眼动作，闭眼转圈，眺望窗外，按压眼周，1分钟就结束，慢慢就形成条件反射。每天下班必开门，开门后就换上运动鞋，绕客厅走5圈，不用逼自己跑几公里，只是利用开门的惯性，不知不觉就动起来了。还有想补充蛋白质的话，每天喝下午茶时，顺便配一小把坚果，不用单独腾时间，习惯就养成了。第3个，弹性容错法。别把健康习惯当成不能破的规矩，给自己留点弹性，反而更容易坚持。例如计划每天走3000步，今天加班没做到，不用内疚，明天通勤时提前1站下车，多走10分钟补回来就行。想每天喝够水，今天忙到只喝了2杯，不用责备自己，明天喝5杯就好。重点不是每天都完美，而是不因为一次中断就放弃。我有个粉丝之前因为一次没运动，就觉得坚持失败，后来用了这个方法，现在不仅能稳定运动，还养成了每天喝温水的习惯，超有成就感。最后想说，健康从来不是要做到100分，而是慢慢靠近更好，不用一下子逼自己改好几个习惯，就从一个顺手能做的小动作开始，例如刷牙后护眼，开门后换运动鞋，不用费力，不用纠结，慢慢就会发现健康习惯已经融入日常，身体也越来越舒畅了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今天的健康杂学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。咱们再回顾一下，从鱼刺卡喉的正确处理，到久坐的20-20-20法则，到把知识变成习惯的技巧。其实这些健康知识不是没用的常识，而是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的救命工具。我想起之前有位阿公，因为孙子记住了误食药篇，要先催吐再找药盒，及时送医救了孙子。还有位姑娘因为知道中暑后别猛吹冷气，用温水擦身的方法帮同事缓解了症状。这些真实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多学一点健康杂学就是给生活多一份保障。如果你今天学到了有用的知识，觉得这些内容能帮到自己，帮到身边的人，恳请大家做2件事。第一，点击荧幕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咱们频道每周都会分享健康杂学，例如厨房调料的健康用法，办公室护腰的小技巧，老人小孩都能懂的急救知识，让你不用查复杂的资料就能轻松学健康用健康。订阅之后还能收到芯片提醒，不会错过任何实用内容。第二，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最在意的人，转给爸妈，告诉他们饭后别马上吃水果，转给朋友，提醒他们久坐别突然起身，转给刚当爸妈的同事，分享宝宝副食品的搭配误区。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儿，而是一家人、一群人的事儿。让我们一起把这些能救命的知识传出去，帮更多人避开健康陷阱，拥有舒服的生活。最后想跟大家说，健康从来不是等生病才重视，而是从今天，从现在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。明天早上当你醒来时，不妨试着先喝半杯温水，再开始一天的生活。上班时每做20分钟，起身伸个懒腰，这些小小的动作都是在为你的健康攒能量呀。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是小刘，咱们下一期健康杂学分享不见不散。